说宫保天打拳，就是人和拳它有3个力量。对。那应该是第一个力量是指示，对。第二个是弹性，那对。第3个是什么？肚子吗？就是当这边练得很扎实的时候，他打出去，动作做一个这个，哎，你不要管肌肉怎么用，你就想我要做一个这个动作，就好了，啊，哎。那个弹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前？这个筋是往前。当然是顺着腿啊，对啊，顺着腿走啊。那如果后的话是用哪边的筋？也是一样，这是用这个筋，这是用这个筋，对，这个筋。啊，哎。这个也会。也会啊。会啊。都是锁。对。所以弹的力量哈，弹的力量，比方这个拳打出去啊，比方这个拳打出去，很多人那个一个正拳要求很严，就是这边要平的，这个地方要平的，因为他们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拳是硬的，所以这个线啊必须要正，不然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它在这边会折到嘛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你打出去是用刚劲打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反正力，反正力你的关节不正的话，会在那个关节本身会受伤害。你用弹性力就无所谓，这样不懂？因为弹性力它的回正力，我用这样打，它有一个回正力嘛，可是我这样。我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没有关系，听不懂？那就是打就放掉，打就松，弹性就是弹性出去以后，它回来就松了嘛，它出去就松，出去就松了嘛，就这是弹性力打，所以就不是跟这种力量打，在结构上的要求就不一样的。挥力是有时间差吗？那时候就松了。对，啊，一打像我如果是这样打，呢，这是一个弹性力嘛，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弹性力。我如果这样，你看我这样打，我这样打，是不是？它打到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回来了。所以它不会有一个这个压力在，它不会，我打到是这个样子嘛，它不会有一个回正力伤到手腕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打到这边，它就，你看打到这边它就回来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打很多全都是这样，全都是这样的力，全都是这样的力。我如果用掌打，你看这个掌打，我如果是硬的，啪，我这样打；我如果是用刚力打，我用刚力打这个掌，这边是不是受力大？这个地方受力大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刚力打，我如果停在这边的话，回正力会伤它，也会伤肘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不是用那个力，我用的力是什么？我用的力是这个力，你看。我打上去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一打上去，它就没有了，一打上去就没有了。那老师，这个跟用姿势打不一样吗？用什么打？就是像你说，我们就一些，特别是套路里面是用姿势打，就是可能有一些这样。一样啊。一样啊。一样啊，你打上去就是这个力，只是你练拳的时候啊。我不要你这样做，你练拳的时候就先要把它先练对嘛，把那个路线先练对，听不懂？所以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整个姿势的什么力量是有，是用它的，还是也可以用就是？当然就是啊，我的姿势出来的时候，它那个力量更大啊。那之前好像有点久以前在
像是大东山那边有说宫保天打拳，就是人和拳它有3个力量。对那应该是第一个力量是指示，对第二个是弹性，那对第3个是什么？肚子吗？就是当这边练得很扎实的时候，他打出去回力，第一个是到这边嘛，可是他有一个回正是到这边来的，从这边再出来，所以它不是同时间。他不是，所以他会蹦蹦蹦，对，啊，很难懂。对啊，这个我们现在练不到那么扎实了啊。但是你去推一个重物的话，你们如果尝试去推一个重物，当你推一个重物推很久的时候啊，你推那个力量到你的一个差不多极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紧起来了嘛，是不是？这里紧起来了，紧起来以后，你会发现到你推的力量跟这个地方产生出一个连接了。为什么是特别这个地方？为什么不是胯，不是裆，不是腰？为什么是？因为它是力量集中的地方啊。不是说力量集中从上面到侧面，后来都集中在这个点嘛？丹田嘛？啊？我们说一般来讲，称它为丹田。哎，这个部位哈，这个部位是有很多种争议的，就是说在使用上面哈，有些人是在这边，有些人他用在这里，有些人用在这里啊。比方讲吹管乐器的，吹管乐器的小喇叭、萨克斯风啊这些啊，有些人他的压力在哪边？他的压力在这边。很多人的压力，大部分的压力是在这个横膈膜以下，肚脐以上，就是胃上腹部。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的压力是在这边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以前传统叫什么？传统叫底气，底气啊，底下的底。底气是什么？底气就是你凝聚的那个最底下面那个地基在这边。那这个地基的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你底盆肌那个地方的往上的力量要够，这个要够。第一个，这个够，你在练习当中你才能累积出底气来。所以为什么要从小练？要童子，就是没有破身，没有破身比较好练这个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，没有破身比较好练这个很容易建筑起这个底啊，这个地基。地基在的时候，动用的是在这边。地基是不动的，地基是不动的，动的在这边。所以它的力量回来的时候，它其实到这个地方一碰到那个地基越扎实，它那个力量碰到地基回来就强所以你说讲话，你看那个唱声乐的，他这个手一放在这边，你看他用力是在什么地方用力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了，我去他们常常在一些小教堂啊，比较小的空间有声乐家表演我就去看，就专门去看。那有的看不出来，有的女的比较胖，可是她刚好穿的比较合身的礼服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她这个地方是没有动，这个地方是提住，她没有动。它的呼吸到这边，晓得吗？一样的。
所以它的声音出来，它控制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它的声音下去，底气在哪边？它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那个声音回来。所以在这种运用上面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起来了。所以底气跟当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啊，就你底下要拖住啊，就它不是当，它当要往上拱啊，当会往上拱嘛，你不能当松掉啊，当松掉你底下就拖不住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一般是讲说收刚或者提会阴嘛，啊，一般讲的形容是收刚跟提会阴，可是实际上不是，他们是果，他们是你感觉的现象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当那个地方起来，晓得吗？当起来会阴就起来，你的刚就收了，晓得吗？当年纪越来越大，像到我这个年纪，慢慢你就会发现到大概60岁以后，底下会慢慢松，啊，所以就要更刻意的去练它。所以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啊，你去发现到年纪大了以后，这边慢慢松了，然后讲话的声音就越来越散，越来越弱，就是没有底气了，底气变弱了，啊，底气变弱，所以年纪大反而更要练这个，啊，否则你会发现到越来越松，然后我们都是看电视，沙发那边啊一躺，然后脚一翘，这边就更松了，晓得吗？很多姿势到年纪大的时候，很多姿势都是下面这个地方松掉了，啊，所以更要练这个。上次教你们去提那个脚，小腿到大腿到胯，去练这个力量，下面能够收得住，啊。慢慢把那个力量再练回来，把底气再练回来，啊，所以我说你注意的话，你去生一场大病，底下就松了，你感觉到空掉了，啊，或者你拉肚子，那种水泄拉肚子，你拉个3天，完全没气了。啊，你底下收不住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一般男生啊，那女生最大的是什么？女生最大的危机就是生孩子嘛，生孩子。顺产就是自然产，底下的肌肉就松了，啊，所以要再把它练回来，啊，那男生呢？男生啊，你们有对象的，就去练习，在房事中，在最后的时候把底下收住，不是让你不要射出，是把底下收得住，这样可以稍微好一点。所以底气这个东西啊，为什么一直强调你们要练当，要把当练出来？因为它就是底气的下面的底嘛。我们上面一个盖子，上面一个盖子是横膈膜，下面一个盖子就是底盆肌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上面装，你上面气下来，你下面垮掉了，它就一直漏啊。
啊，然后这个上腹跟下腹以肚脐来分，上腹跟下腹。再有些比较早期的秦以前的一些的记录，他把那个天地旋转之气啊，他讲天地旋转之气是在这个部位，而不是这个部位啊，就是天地旋转之气就好像那个腕嘛，或者这个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图啊，就是天地一开始那个能量的流转，它比喻到人身的部位是在上腹部的部位，而不是在下腹部啊，所以基本上的运转，能量的运转是在这边。以那个以先秦的那个记录来看的话，是在这里啊，所以更加明确嘛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地方的底气，它是底气，它是地基的一个概念，它不是运转的概念。所以有很多说转丹田啊，用丹田劲打，我觉得那个是有问题的啊，那个是有问题，因为你这边一转，第一个你在转，有些人转他是用骨盆转的，痊愈啦？没有啊，他是用骨盆转的，用骨盆转，你第一个就姿态就歪斜了。第二个，你用这边在转，你的我们讲的底气就不稳定了啊，晓得吗？所以它是底下的压力，压力，所以基本上它不动，它累积起来就不动了。那它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大？所以会有一个大肚子？也不是，它是越压越实，好吗？所以有些他练，他上腹部他没有凸，是下腹部微凸，下腹部这个部位微突出来，这就是下面的底气。那你说像我们吃多了，这边很大，那个跟底气没有关啊，那胀气。